嗨，欢迎来到奇幻岛民。有一段时间，我不自觉地处在灵性自杀的阶段，甚至感到迷失，对人生失去期待。这一集的来宾 Josephine 将跟我们分享如何从灵魂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嗨，Josephine。嗨，Roma，Hello，大家好，我是 Josephine，我是一位阿卡西的记录的解读师，也是一位 SRT 灵性疗法的执行师。今天很开心，罗马邀请我来一起分享有关于 SRT 的知识，还有自己的灵性的经验。我跟 Josephine 一样，都是阿卡西记录的解读师。不止阿卡西记录，我们也都学了其他的灵性工具。Josephine 更专注于在 SRT 上头。当我第一次听到灵性自杀这个词汇的时候，就是来自于 SRT。那灵性自杀在 SRT 里面形容的是怎么样的情况或状态呢？其实灵性自杀呢，也是我自己有经历过某段时期。那待会再分享就是那段时期的经验。那最近又跳出这个字眼的时候，是去释放关于灵性自杀的这个能量。那它的意思的话，会比较像是说，就是其实我们每个灵魂都是从灵魂的国度来到肉身要体验的时候，一定都会挑选自己要学习的课题，或是我们想要去大开去展现我们想要创造的一些生活。但是我们来到这个肉身的世界的时候，这个物质世界后，我们就开始觉得说，可能因为忘记或是一些种种的原因，我们就想不起来为什么我们要来，然后我们在生活上也找不到动力，甚至就是找不到灵魂自己本身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就是有种不知道为何要努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我的确在今生，应该说我小时候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今生要来这里，我不知道来地球要做什么。那我在 SRT 中就是慢慢的去清理释放，然后也慢慢的找回自己的天赋跟力量，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像我自己的话，如果说在清理的过程有找出灵性自杀的字眼，我们也会去想一下，是不是最近生活的状态没有去校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活到现在，我也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而且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就是我小时候，我心里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在。我觉得这也是驱使我去接触宗教，或者是接触灵性一个很大的起因。所以这好像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早，有的人晚，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心里面。对，没错，一定是有灵魂一定有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他想要体验什么，那只是我们当下忘记了，或是没有去校准，那就会处在那种状态下。那通常我自己观察到，它还会伴随着某些能量状态，例如说是对生命的憎恨。我自己清理我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你会不太了解，然后你就开始有点，就是好像我不能说是厌世，而是会觉得说这个世界、这个生命好像跟我是没有关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讲白话一点，就是对人生没有希望。我有段时间，我会想说，我活着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如果我明天就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对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有热忱了。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状态叫做灵性自杀吗？对，我觉得它是伴随着很多的能量，但是我觉得灵性自杀就是真的是我们忘记了，然后有点像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形容就是很像肉体跟灵魂是分开的感觉，行尸走肉，然后或者是它就是像活死人那样的感觉。那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某一部分的你被隐藏了，没有被发挥出来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我是在事业工作上好像一直都没有想要做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因为我也是有亲戚，他从小就很知道他要做什么，或是可能从家人那边都会觉得说，好像每个人他自己都会有一个目标或方向，知道说他可能就是他去上班，然后他要存多少钱等等，他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在。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或是我可能真的内在想做什么事情，我是不太知道的。那我就是大学毕业后开始就是在科技公司上班1年嘛，然后在那个时候认识我先生，然后后来跟他结婚，所以搬到现在新竹这边。
那个时候就开始创业。那创业的这6年左右，我觉得我就是在那种灵性自杀的阶段，就是每天好像就是为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是我还是有持续做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你没有去做那个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好像是为了一份自己觉得可以的工作，然后是自己的创业，然后去做那件事情。但是那件事情并不是真正内心可能喜欢，或者是你可以去发挥你专长的事情。所以就这样子每天一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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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处在那种每天好像固定这样起来，然后做一些 routine 的事情，然后又下班，然后每天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我有阵子就处在这样子的状态，我自己也说不上来，然后我就是觉得哪里空空的。对，好像哪里不太对劲这样子，但你又说不出来。那时候创业，然后其实开始我们也觉得开始有一些议题浮现。那可是当下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就是可能浮出来的课题这样子。我们是先从水晶疗愈开始的，我们就是7脉轮水晶疗愈，当时就是很单纯想说，买几颗水晶，然后放在身体上，然后就做个15到20分钟的冥想放松。然后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一个说体感很明显的人，然后我老公他们比较明显，就是觉得真的有一股能量下来，然后所以他们开始有点兴趣，想说哇，对能量是什么，然后开始去查什么。那我自己的经验，做7脉轮水晶疗愈之后，我觉得有改善我睡眠的状况，就是好像睡得比较稳定，比较不会容易多梦，也帮助我平衡脉轮，然后有一些能量开始往海底轮去拉，就是证明说，可能我在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吧，在地球上好像海底轮能量是很不足的，当那个时候的状况，也从中就是有得到一些很酷的体验。那我觉得就是7脉轮水晶疗愈是一个踏入身心灵的契机。那也是因为这个契机，我们开始去接触，就先去搜寻了很多能量是什么，然后能量之后就开始讲到说，可以去查到什么找灵魂使命天赋。我就是从这一块是算是一个切入点。然后我那时候是先透过催眠疗愈，想说先来看一下自己的灵魂使命是什么。那你那时候透过催眠疗愈，你有问到你的灵魂使命是什么吗？很有趣的事情是没有，我整场都在做疗愈，我才发现原来疗愈自己是这么重要的。就是灵魂它可能不止今生，它在过去有很多创伤，那这些创伤疗愈完之后，它才有办法真正的来聚焦，来看说他今生想要来做些什么事情。提到灵魂使命，当我自己在为别人解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也有很多个案是问他这一生的灵魂使命是什么。那我相信 Josephine 也做了很多的个案，应该有很多的个案来跟你问说他的灵魂使命是什么。但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告诉你这一辈子的灵魂使命是什么。是我目前做个案的经验是这样没错，而且我的做法通常会都是先清理，然后再去做阿卡西记录去找一些线索，但是的确不会很明确告诉你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来这里就是要体验的呀。如果他们直接告诉我们答案的时候，那你还要来体验吗？我们身为肉体的我们，可能都会认为就直接照着他们的指引去做。那我觉得这也不是高灵或是我们就是所知的那些灵性团队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他们应该会是更希望我们是去真的去找出你真正内心的心之所向是什么。我觉得心之所向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可能关系着你能不能与你的灵魂契合。所以你提到清理是在找到自己的灵魂使命之前很重要的步骤，那为什么清理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认知的地球这个维度嘛，但其实我们的灵魂可能同时有在平行生命，或是平行宇宙，或是一些前世的一些其他次元，甚至我们本来大家都会知道，可能灵魂它会一直转世，所以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前世。那我们在这些肉身体验当中，一定会可能在一些生命的体验会有遇到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境，或是一些体验，那我们就会有一些情绪或是感受，那卡在那个时空当中。那我觉得这个说明的话，我也都会跟个案分享，就是
假设我今天对于我想要做一件工作，我可能本身就会对它有一些想法，就是一些限制性的信念。那我就会形容就是像意识层次，我可能意识层次对这件事情我在最低处，因为过去的经验、灵魂的累生累世的经验，包含今生的经验，我就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就是不会赚钱。假设好，那当我们清理完之后，我们意识层次拉高了，那在这样的高度下去看待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出现。我就会觉得是你打开了更多不同的路径，而不再局限于就是我觉得就是做这件事不赚钱，所以我只能做这件事情。那你清理自己的想法跟信念，我们去释放掉我们认为的那些二元性对立，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的任何感受，那你才会有敞开更多的心胸去接受，甚至去接纳宇宙可能嗯来安排给你的任何的工作。所以我们清理的重点是在过往的这些事件所遗留下来的情绪或者是感受。当我们清理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个更高甚至灵魂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那 SRT 这套工具，它是来自于哪里，以及它是怎么运作的呢？SRT 它是一套来自美国的一套系统，它的全名叫做 Spiritual Response Therapy。那中文的话就翻译成 SRT 灵性反应疗法。它在身心灵圈的话，我目前推广起来，很多疗愈师也都不太知道它，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少接触的工具。嗯那我会接触它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契机，那晚点来分享。那就是说，它的话是它会使用灵摆，然后搭配创办人 Robert 老师他连接造物主，就是原始灵，然后列出的一系列的表格。那表格上都会有一些文字。那它主要呢，我们就是透过灵摆，然后去连接自己的灵魂跟自己的灵性团队，我们都称为高我，就是高我团队。嗯然后，如果假设我有做个案的话，我就会来连接对方。假设现在是罗马，我就会连接你的灵跟你的高我团队。嗯那我们就是这样叫做准备工作。那做完准备工作，我们才会去正式的来透过表格去搜寻，然后做一系列的清理跟释放。当你在帮我做清理的时候，我有观察到你有一本厚厚的本本，而且里面分门别类的非常的仔细。在 SRT 的清理当中，也清理出我没有发现过的关于对于男人的憎恨，以及对于女人的憎恨，甚至是对于生命的憎恨。我自己的话，在 SRT 上面接受到很多帮助。那也像刚刚前面有提到，我除了学习 SRT 阿卡西之外，我还有学习灵气，然后还有西塔疗愈跟颂钵，就是一些不同疗愈工具的体验。那我在 SRT 上觉得说，它是针对灵魂层次最快速的去做一个释放的一个疗愈工具。那具体的有蛮多可以分享，那我就分享一个最近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各位就是有相同经历的人来鼓励大家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大概在8年前吧，那时候我才刚结婚没多久，然后那时候我有怀孕，那时候是第1胎。然后因为不确定什么原因，因为其实连医生也都是说可能就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那我那时候大概3个月的时候突然小产。那对于当时我来讲，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下可能因为第一次做母亲，今生的话，然后很多心智年龄、灵魂，或许等种种的原因，就是觉得还不够成熟，然后有很多自责的那些想法跟情绪，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够好，或者是我身体怎么样，所以才导致宝宝流产的。然后，所以当下流产后，就是有怀孕的母亲应该都知道，就是子宫会有一个收缩的过程。那我在那一次的过程中，就是收缩的非常用力，比那种经痛还要痛的，我觉得10倍吧。对，后来就是我在床上真的躺了大概1个月，当时，所以那一次的能量跟情绪，我觉得是有卡在那个时空中，只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学习身心灵，就是我自己灵魂可能也走不出来的一个现象。那直到算是去年，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 SRT，请我的好朋友瑞帮我清理。他那时候就有跟我提到，就是关于就是小产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不是母亲的错，而是灵魂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其实我当下就已经大脑好像有认知到，只是灵魂可能还不知道是这样的情况。在今年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学习 SRT，然后有在持续进修，然后就有是在听老师的课程，然后老师就有提到，就是当时瑞跟我讲过的话，就是说小产这件事情都是嗯未出生的灵魂，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来投身到地球，而不是母亲的错。那我觉得当时听到老师这句话之后，我的灵魂可能想起了什么，所以就有点像是 trigger 那个 program，就是我今生已经发生过的小产的那个 program，所以导致在当月月经提早来之外，我真的痛到不行，就那个疼痛真的跟当时小产那个疼痛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那有点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后来就慢慢回想起是不是那个原因。那当我意识到之后，疼痛就降了一半，然后我就在硬着头皮起来帮自己清理，清理完之后就疼痛再降低，变成剩下如果讲原本是100%的疼痛，我觉得就是只剩下大概10到15%。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亲身经历又在今生发生过的事情，就真的是我们灵魂自己去为自己因为当下的情况而去帮自己累加那个恶缘性对立的那种情绪啊，或是等等的。我觉得我是受害者，然后我是被迫跟小孩分离的，然后那一股能量卡在那里，所以我那时候清理的时候，那个不和谐能量就是分离，然后我觉得也去真正理解这个分离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当你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停滞了，你好像没有找到那个生命的动力、那个热情的时候，其实这可能是你的灵魂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你，或许可以缓下来，思考一下，那个答案、那个动力可能不在外面，而是在你的内在。当你不再是从外在去找答案，而是从你的内在去找答案的时候，生命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变化。例如，我发现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那个时候好像只有5、6岁吧，我很期待我要到我的姑姑家去住，我好像要去住一个周末之类的。但很不巧的，我弟弟在那时候出了一个车祸，他人没有怎么样，但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去不了了。我后来回想才发现，我不知不觉的觉得弟弟是害这件事情不成的主要原因。我也发现长大后有好几次类似的状况不断的发生。最近一次是当我计划要出国的时候，我的妈妈罹患的癌症。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当初小时候的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清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原因。对，我觉得罗马说的没有错。那嗯，我也是都会提醒来到我面前的个案，就是他可以去觉察一下自己生命中今生是不是常常有在一些模式里面，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觉察到。例如，就是有些人他是一直重复性的流产，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模式，他跳脱不出来。那有些人他就是一直好像就会一直想要买东西，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模式，但是他不太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一直买精品嘛，或是一直买他觉得很贵的东西，但是他脑子里就觉得好像他要省钱，但他做不到。那这个就是也是可以透过清理去释放掉灵魂内在一定是有什么议题，然后再提醒他。现在有很多关于吸引力法则教你怎么样显化的影片，可是我发现有时候显化出来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就是因为以前的这些事件跟故事残留的情绪并没有清理，然后他们变成了一个信念。例如我小时候的故事就让我觉得事情要到真的发生我才愿意真的相信，这个信念没有办法支持我去创造出新的实相。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就是拿来显化的，这种能够把意念跟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应该是我们人类独有的。但是这些不能再服务你的信念，它就很像电脑过时的程式码。我们的身体因为有了这些程式码，它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清理自己了之后，你才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更多的能量、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知识，去显化出你真正想要的。我觉得没错，这也是我们刚开始接触身心的时候，的确大家好像刚开始接触身心都会去看显化，然后看吸引力法则，然后我们也是有在那个
时间点，大概我觉得1-2个月，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说，那个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显化达人，你想什么就真的显化什么。但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显化不出来？可能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比较负面的想法、信念，像刚刚罗马提到的那些，那我们就是一直在那个回圈里面，你就会觉得说你可能做不到，或者是什么的。每个人的信念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就是你要先去清理释放。其实很多工具都可以去做清理释放，那只是 SRT 是我擅长的，然后我也在推广的一个工具，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快速。当你释放掉那些旧的东西之后，你才有办法容纳新的事物，宇宙要给你的事物，或是灵魂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达成的目标，他想要显化的贵人等等的，就是透过先清理，然后你再去做显化，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的生命蓝图，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规划最有帮助的一个面向。没错，我就是一个实例。谢谢 Josephine 来跟我们分享，她透过 SRT 的清理改善她身体因为小产带来的不适，还有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显化出属于自己的美好2025。谢谢你收听奇幻岛民，也邀请你抖内奇幻岛民或者来当嘉宾。我们下次见，拜拜。